Hello，各位粉丝们，大家好。现在我刚刚处理了一些东西，整理好我的房间。就其实我有一些小坏习惯，就是我昨天当我学习完之后，我不会做任何收拾的，我就会直接把给我的作业啊、我的预习的书啊，全部直接放在桌子上面，然后我什么也不会收拾，然后衣服也乱丢了，就直接去睡了。不过呢，当我来到第二天一起床的时候，我就会花大概10到15分钟时间去把我整个房间收拾一遍，因为这样对我来讲算是一个全新一天全新的开始。收拾好，把整个房间收拾好干干净净之后，正式开始一个美好的一天。那么你们应该也可以看到，从开头我到底是几点起床了。这个呢，其实主要是我录这一期影片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从上个星期开始呢，我发现到我已经养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活习惯，就不同于我以往了。就我养成一个全新习惯，就是我发现到呢，我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比我之前早睡1个小时到2个小时。比如说，我大概9点多或者10点我就会上床睡觉了。然后不过呢，我将会在第二天的2点半到3点这个时间，这个有时候看感觉的，看我要不要给自己多睡半个小时。2点半到3点这个时间呢，我就会起身，然后比一般的人提前4个，一般人大概6、7点起身吧，比平常的人早起3到4个小时的时间开始我的一天。我发现到呢，这样我的一整天做事的效率能够得到大幅的提升，远远比信我现在3点05，我过去信我窗口外面我对面那栋楼一定有很多灯是亮着的，而且我敢担保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有很多他们都是直接熬夜到3点。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他们比如说其实我昨天吃了一点睡，就我没那么眼睡，我就在床上看了一下电话，看到大概10点半左右才睡。他们读到现在呢，大概比我11、12、1、2、3，比我多学习了5个小时。但是我可以跟你担保，他们的效率一定不会比我现在3点起身，我睡了5个小时多左右的效率还高。不过我昨天睡比较少，因为我看了电话看到10点半左右。不过信我，他们这样通宵到3点呢的效率绝对不会比我睡了4到5个小时之后在3点这个时间起身办事的效率高。我发现到这样子我的效率会提高很多。所以当然这个可能是因人而异的，我发现这是对我而言最好的。所以当我在平时每天晚上呢，只要我学习到感觉自己困了要睡了，我就会立刻去睡了，我没有管几点。我最早记录是大概9点多左右我就去睡了。不过我将会在第二天，如果说是9点多的话，我一定会在第二天2点半就起身，开始我的新的一天。然后我发现到这样真的是我整个办事效率提了，真的太有效率了。所以我就让你们来看一下，我到底是怎么从3点多，然后一直到中午之前，我的这整个早晨是怎么来度过的。那么今天是星期4，所以我在9点50分有一堂线性代数课，所以我基本上我影片就到那段时间做一个截止。所以就让你们来看看我从凌晨2点半起身，一直到9点多之前，到底都在做什么，都是怎么度过我的早晨的。
所以现在我去跑步了，然后跑完步之后就可以洗个澡，就正式开始我的一天了。好，那么也顺便来回答一个非常多粉丝们都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怎么保持那么自律的？不如我换一个方法，你到底是怎么在2:45就起身，而且还能够？我现在基本上是不需要设很多个闹钟了，我只设一个罢了，只要它一响，我关了闹钟我就起床了。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你们也会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到底是怎么在2:45这时间，3点这个时间就开始我的一天了？不需要睡吗？不会觉得累吗？是不是？你们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是不是？对，这个确实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事来的。但是对于一个还不知道自己梦想、自己要干什么的人而言，这个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来。但是呢，对于一个有梦想、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一个像我这样非常渴望要成功的人而言呢，我不能够说每个，但是对我而言是我真的不能够接受把我的时间浪费在睡眠身上，因为对我而言呢，我今年19岁，20多岁这段时间呢，是我打天下的时间来了。我真的不能够接受我去把我打天下时间来用在睡眠上，利用在各种无意义的那些娱乐设施之上，娱乐时间上面，我真的是不能够接受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年龄对我而言是我打天下的年龄来的，我必须得好好利用我这个时间，我必须得确保我这段时间每一分钟都非常有效率的把它用来为我未来铺路。那么我到底有多大的理想呢？我的目标是什么呢？那么你们会看到，当然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看了我之前李景堂传，就我说我要当一个成功的理论物理学家。但是其实这个理想呢，在我1年多以前，我基本上就没了。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更大理想，就是那个之前对我而言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就是我其实个人觉得。好像有点远说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呢，我们马来西亚呢的中学教育制度有点糟糕。就每当我看到我身边有一些人，他明明是一个音乐天才，或者说他明明是某些体育方面的大神，但是每当我看到他很辛苦，我坐在班上学习理科、学习数学高级数学，但是还跟不上，他付出很多时间努力，而且他考出来一团糟考的。一个明明画画很有天分的人啊，明明是一个天生的画家，但是呢，不好意思，我声音有点放小，因为现在凌晨3点多，我有点怕吵到邻居被投诉。就是我非常难接受，当我看到有一个画家，他明明是一个天才画家，但是他坐在理科班里面学习高级数学，而且学得一团糟，而且他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当我看到这一幕，我就非常的生气。之前我觉得不可能做得到，我之前就很想改变的现象，但是我觉得随着我看了越来越多成功人士的故事之后，我觉得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我一个理想，就是当我成功之后，我要建立一个在马来西亚建立一个全国最大的中学。这间中学将会完全模仿大学的模式来运行。我会让所有中学生以修学分的方式来进行他们中学毕业，而不是说去强迫一个同学，去强迫一个艺术家去学高级数学。Are you kidding me？你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来到这个理科世界，你当然是做垫底啊，你当然是做排名最后人啊。而且在很多家长，在很多人眼里认为呢，我学习理科才会是好的，而且会得到一种鄙视的。如果说我可能说句最不好，我天天打电子游戏，我天天打多大吐，我就会被我的老一代被我的父母骂，被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不顾正业的人。但其实你们不知道，电子竞赛已经被马来西亚政府承认为一个国家体育项目了。所以我的最大的理想就是我想要创办一个全马最大的中学。在这间中学里面，所有中学生将会把所有的时间跟精力专注在最适合他们自己的专业身上。我这间中学将会完全模仿大学的学习模式，然后
就让学生们选他们自己的专业来修他们学分，修满了他们中学就毕业了。这间中学里面将会分成非常细的每个部分，让所有学生从13岁开始就能够接受，能够在属于他们世界里面发挥。当然包括不限于任何领域，包括电子竞赛也必须得是一个，因为那个确实是一项专业。等等，当然包括理科、文科等等之类，这个是我最终理想。但是要实现这个理想的前提就是我必须得很有钱。所以为了这一项梦想，当然我之前也没有想过说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有钱人，但是一直到去年呢，我接触了股票，我接触了一个我的老师，一个新加坡人 Adam Khoo。当然我第一本看他的书不是这一本 Secret of Self-Made Millionaire， 我第一本看的书是关于股票，然后我完全被他吸引了。我花了大6000块新币，6000块马币，就大概13000块人民币左右，去报名了他一个3天的课程，就是学习股票。他真的是影响我一生最大的人，他教会了我所有金融界的知识，尤其他这本书里面，他教会了我怎么养成一个有钱人的习惯。不过那些是题外话。那么其实还有主要呢，就是为了实现我这个理想，我必须得变得很有钱，我才能够实现我这个理想，创办一间最大的中学，让所有的中学生都能够在适合他们、属于他们自己专业上面。哇，现在3点45分了，让所有中学生都能在他们的专业上面发挥他们的特长。那么还有，除了我这个影响我最大的 Adam Khoo 以外呢，还有第二个影响我最大的人就是这个人，雷军。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我一看起他的故事，一读他的故事的时候，我整个人就会被激励，就只有他罢了。我真的太喜欢他了。我来中国之前呢，我就开始，当我看到他的故事，当我看他怎么来，他小米公司的一些非常不同于其他大公司的一些条规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雷军这个人身上让我看到了一些普通企业家没有的性质的特色，所以我就真的非常喜欢他。那么受到这两个的人影响之后呢，我就开始转了，基本上也没有想过当物理学家。主要是因为我真的很想让所有马来西亚的中学生呢，都能够不要再有这种明明是梵高，但是他去上个爱因斯坦的课程这样的现象发生，这是我最终理想。所以当然还有就是我要像雷军一样创办一个影响全世界的大公司。那么这个理想非常遥远，是不是类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就必须要做到正常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比如说凌晨2点多起身，现在我录制这影片已经差不多3点50分了，所以我就要做到正常人无法完成的事，就是比如说2点多起身开始就奋斗。那么为什么我能够说我现在基本上只要我闹钟一响，我关了我就直接开灯起床了，我不会再有所谓的烂船现象，因为我有非常大的梦想，这个理想在后面支撑着我。如果说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真的是不可能说，真的不可能的 ，is impossible， 不可能会有一个人会在两三点的时间起身开始他的一天。但是我能够做得到，而且是完全我根本不会觉得疲累了，因为我觉得我在做这一个我很喜欢的事，我觉得我这个事就是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所以我根本不会觉得累，我真的是不会觉得累，我一天就只睡5个小时左右。但其实我想调得更低，但有时候我尝试当我提到3个小时、4个小时，我有时候会总会出现头痛情况，然后5个小时呢就基本上不会，就可以直接工作到晚上，奋斗到晚上。那么所以5个小时就是我的最低标准。所以有些人我在 YouTube 或者在 B 站我也看到很多留言说，你那么迟睡又那么早起身。当时的早是4点45，但是我现在是2点45。当时的他们就问我，你怎么睡足够8个小时呢？但是对我而言，我真的觉得对一个有理想、有抱负、胸有大志的年轻人而言，一天8个小时是非常奢侈的，我真的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这个年龄是拿来打天下了，我不能够接受我把我打天下的时间来花在睡觉上面，所以
我一天5个小时，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最够，因为我也不会累。当然，只要我一觉得累了，到晚上我觉得累，我就会直接睡了。因为我发现，只要你一累了，你做任何事都没有效率了，不如直接睡，早一点起身，你的效率真的会提得很高。所以主要就是这10分钟主要就是回答所有粉丝们对我的疑问：我到底是怎么保持那么自律的？我到底是怎么那么早起身的？因为我有这个梦想，我有这个理想，我非常渴望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我这辈子，所以我才能够做到正常人做不到的事。所以对于有很多，而且好像我记得这边就有一个我没在录我的不过算了，我刚才有一个同学问我，一个粉丝问我罢了，他说我到底是怎么保持那么高效率学习一整天呢？因为他就跟我说，他平时中午上课呢都会分心，然后就会睡觉了。那么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基本上不用我不需要思考，我就可以回答，就是我可以打赌，他应该是还没找到自己的理想，他应该还没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自己这一辈子要追求要完成的梦想。他一定是还没找到这个东西，所以他才会发现到说，我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我做什么都感觉整个人很没有，打不起精神，很想睡觉，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梦想。为什么我可以那么早起身，而且一整天都保持那么高效率的状态下奋斗呢？当然，我虽然说那么奋斗，但是我考试，我已经拼了我的命考微积分，但是我考66分，我班上有些大生考了8、90分，但是其实我也没打算跟那些中国学霸比，那些题外话。好，因为我到底是怎么能够做到呢？因为我有那个理想，我有那个梦想在后面支撑着我。我每一天，我发现到我有一种感觉，说我每一天，当我奋斗那么久之后，我会很开心。当我睡觉，因为我离我梦想更进一步了。我希望说，我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希望说，当我未来10年过后，当我看回这个视频，我能够以一个成功人士的身份来看回这个视频，是非常希望啊！我也真的很希望能够这样。所以这期影片基本上，基本上这个问题就是回答到这里了。所以我要真的吃午餐干，现在4点了，所以我再不开始，我整个进度都拖慢很多了。所以我现在就让你们看看一下我到底是怎么来度过我的早晨的嘛。我平时的话呢，会再多1个小时，提早1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基本上花了差不多1个小时来录制这个视频。当然呢，还有那个 GoPro 卡机让我重录，所以现在开始吧。